你说，是一个留有八字胡的男人告诉你的是吗？正是他一早向我报的凶讯。那这个童飞今天一早打捞尸体的时候，他还在，那么他应该是一眼就认出死者就是你的丈夫，那他何必再去匆匆地告诉你呢？杨月儿，你丈夫是常年奔波在外做生意的是吧？家父为了我们这个家，常年在外奔波经商，难得回来。可谁知道前日刚回来，便遇此大难。哦，我的命好苦啊！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与人有金钱上的瓜葛，或是与谁有仇呢？家父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事儿，因里对此事也一无所知。不过，既然是生意场上的人，与人结怨，怕也是在所难免的。他回来以后，身上一定是带有重金的。家父带回来了100两银子。这100两银子不在了。不，银子分文不少。银子还在。杨月，你既是姓杨，又住在城东，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杨毅的人？杨毅？嗯，那是民女的胞弟。杨毅是你的弟弟？对啊，大老爷，我杨毅弟弟他怎么了？啊！杨月儿，不巧得很，有人指证杀害你丈夫的人就是杨毅。传杨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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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走。为何将我带上大堂？为何将我羁押？有话堂上说去吧。走。哎。走吧。快，见过宋大人。小民叩见提刑大人。堂下被告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，家中还有何人？什么？被告？大人。小民究竟犯了什么事成了被告？是谁诬告的小民？公堂之上按本官所问回答。姓甚名谁？家住哪里？小民姓杨名义，家住城东门内。大人，小民究竟犯了什么罪？家中还有何人？杨毅自幼父母双亡，家姐如母，把我抚养长大。家中只有姐姐和姐夫。起来回话。谢大人。杨毅，你是做什么营生的？大人如此问来，倒令人惭愧了。我杨门祖上还算积德，杨毅也算出生于书香门第。我曾中过举人，当过商人，写过诗，作过文。无奈时运不佳，至今一事无成，倒成了一位闲人。杨毅，你说话不仅直率，而且诙谐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言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有言过其实、哗众取宠之嫌呢？言过其实，哗众取宠，乃文人所忌。可你刚刚说过，你不仅是个文人，而且是个商人。
我也只是偶尔和姐夫跑一次码头，但终因不堪忍受那坑蒙拐骗的奸商所为，而发誓，从此宁愿饿死茅庐，也绝不从商做苦。看来你倒不失为是一位正人君子啊。可是你仅仅陪你姐夫跑了几趟码头，身上毕竟沾染了言过其实的恶习。我说过，杨某并非言过其实之人。那么说你平时不讲大话和瞎话？杨某一般不说假话。那今天在公堂上你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？句句真话。那天在酒馆里呢？宋大人，依杨某所知，大宋律法上并无戏言成罪的条文。戏言？拿杀人越货当戏言，这是奸商的行为，还是你文人的秉性？我没有。是没有说过，还是没有杀人？都没有。你敢说你都没说过？没有。人证物证俱在，看你稍时如何抵赖。人证、物证，什么物证？谁是人证？什么？让家父上大堂作证？童飞现在在哪儿？家父他，这位官差老爷，家父他缠上什么官司了吗？听你所言，倒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啊。不，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？你丈夫今天早上是不是出去了？他干什么去了？他天不亮就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去干嘛了。总觉得他回来后神色有些不对劲儿。他怎么不对？其实也没什么不对的。他回到家里啊，倒头便呼呼大睡，这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然后就上路了。上路了？你是说他逃跑了？这怎么说是逃呢？家父是做生意的，一年到头奔波在三江六码头。我问你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四海为家，那可说不准。看来你是不想跟我说实话了。我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？那好，你就到提刑衙门的公堂上说去吧。我相信大堂上的板子夹棒会让你说实话的。走吧。不，小女子一个妇道人家，没由来的吃官司，让我今后怎么做人呢？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。但凡本捕头要上门请的人，没一个情愿要去的；但是本捕头要请去的人，没一个请不去的。带走，走，走！我不去！我说，只要不让我上大堂挨板子，我说就是了。不过官差老爷，你得先告诉我，家父他究竟犯了什么案子啊？其实他也没犯什么案子，他早上到提刑衙门报了一个案，又无缘无故走了，没有留下任何证词。宋大人为了破案，让我带他去录一个证词。就这么点事儿？就这么点事儿？就这么点屁事儿？嘿，那死鬼何必这么大惊小怪的？哎呀，他怎么又大惊小怪了？老娘只告诉你家父的去向，别的一概不知。你……那好，你说吧，童飞现在在哪儿？阿贵，在。去掉刑具。是。认得这100两银子吗？认得，这是小民自家的银子，当然认得。那这么说，这银子是你的了？不，确切的说，是我姐夫经商做股赚来的。那天在酒馆里，你不是这么说的吧？我说了，酒馆毕竟是酒馆。昨夜我在酒馆是说了一些醉话，可那是语言怄气说的。我杨毅平时连鸡都不敢杀，又何谈真的去杀人越货呢？那这么说，这银子还是你姐夫的？正是。杨毅啊，本官就要问问你了，你们姑舅平时关系如何？以前姐夫待我不错，我对姐夫更是敬若长辈。可这次怎么了？嗨，家务琐事，不值一提。这次你们姑舅间吵架了，你怎么知道？而且在气头上，你说了些不该说的话。宋大人是想诱供小民吗？杨毅，本官是想让你说真话。究竟让我说什么呀？就说说这100两银子吧。这我说过了，这100两银子本来就是我姐夫的。是你说过这100两银子是你的，你也说过这100两银子是你姐夫的。
可是那天在酒堂当着众酒客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什么叫城南门外？什么叫有人被推落枯井当中？我说过，酒馆里的酒话不当真。说实话，我连城南是否有一口枯井都不知道。城南门外真有一口枯井，而且还真有一具尸体躺在里头。当时在酒馆里，无非是借着酒兴随便一说。可大人却说，城南真有一口枯井，对，而且还真有尸体。对，我觉得，怎么像是在梦里啊？是啊，怎么这么巧呢？怎么这么多巧事儿都被你一个人给摊上了呢？不，难道大人真的怀疑是我杨毅杀人越货？你说呢？我杨毅凭什么要杀人呢？这不是有100两银子吗？足以让你铤而走险。我说过，这100两银子本来就是我姐夫的。不信，不信你可以传我姐夫当庭对证。说得好，你姐夫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姐夫回家后，和姐姐拌了几句嘴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么说，你姐姐和你姐夫也闹得不愉快。夫妻间偶有口角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夫妻间偶有口角，确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但如果口角完后被谋杀，那就不由人不大惊小怪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城南枯井里的尸体就是你姐夫崔成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阿六，在，带上杨毅。是。怎么办？走。阿贵，在。开门。请吧，杨公子。杨毅，这就是从城南枯井中打捞上来的尸体，你不妨辨认一下。姐夫，姐夫，这么说，他真是你姐夫？正是。大人，是谁杀了我姐夫？这正是本官要问你的呀。可我一无所知。好，本官告诉你，那日你喝完酒回家，正遇上崔成和令姐吵架后，愤然离家。哼！我从此再也不踏进你们杨家门。哼！哎，姐夫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哼！站住！让他去吧。躲开！我。崔成带上那包银子离开了家，却不知你一直尾随着他出了城南门外。到了城南门外，你见四周无人，便上前拦住了崔成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走可以，把银子留下。凭什么把银子留给你们？哎，你在我们杨家寄居10几年，啊，想拍屁股走人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？这10几年来，你们姐俩要不是靠我去挣银子养活着，早就喝西北风了。你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？我们杨家有家产，谁靠你来养活？
你嘴上说的硬气，那你倒是出去挣银子给我看看。你只要挣回1两银子，我崔成立马买块豆腐把自己撞死。好，你敢侮辱我，我让你现在就死！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你在酒馆里所说的，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。什么大名鼎鼎的宋提刑，不过是个说书人。你也算识皇家俸禄多年的刑狱官，你见过有真的杀了人还到处张扬的凶手吗？有，不多。因为你中过举人呢，你正是想以反常规的方式掩盖真相，不是这样吗？大人，此话怎讲？因为世上实在是少有先杀人后张扬的凶手，所以你才张扬。你知道酒客们不会当真视听，只能当做儿戏，所谓欲饮故险之计吗？你胡说！好，本官姑往言之，你也姑往听之。要想证明你不是凶手，需回答本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：什么？你姐夫为什么毒打你姐姐？你怎么知道他打了我姐？他左脸颊上的伤口不会是在墙上碰的吧？不，我不知道。你应该知道。豆腐，便宜卖了嘿！新鲜的豆腐，来看看。童老板，恭喜发财啊！哦，哎，我们家老板没在店里，不知道这位大爷是……哦，在下是你们家老板的同乡。哦，他家里托我捎一个口信儿，不知你们家老板现在何处啊？啊，我们家老板在东街的来生客栈，他刚才还说要到湖州去进货。哎，童飞，站住！大爷功夫的确了得呀！打坐。赵捕头啊，你真是你！哎，你花了那么大的功夫，如果真把凶手给抓了，那还值了。听你说这话的意思，我还抓错人了。人倒是没抓错，只不过他不是本案的凶手。行了行了，义公，你行了。人家千辛万苦找来的证人，他这袖手旁观，这岂有此理？这凶手不是童飞啊？不是。你凭什么说凶手就是童飞啊？啊？我是押童飞回衙的路上，我就在想，这童飞至少有3大疑点。好了，其一，不用说了。你说这个童飞有3大疑点是吧？这样，英姑，咱们今天让赵捕头坐堂审一次案，我们旁听，你看怎样？好啊好啊！好，来，没事，来，坐下。大人，坐。这捕头坐堂审案，这有失。哎，坐下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不用害怕，又不是升大堂，无非是把他叫到这个厅堂里问一问。就是嘛，来呀，带童飞。哎呀，大人，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说不定啊，那个鸭子还自己的嘟跑上来了呢。你少说风凉话行不行？有胆你也做一次大堂看看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明知道我是女人，是不可能坐在那儿的。哎，大人，你看这，你跟我风言风语几百句了，我怎么说一句你就翻脸呢？你，我女人敢跟你们男人翻脸吗？我也……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不是说有3大疑点吗？你坐，你来审啊！你走，干什么你？大人，我要是审得不合章法，你不要袖手旁观呐。你放心，你来审啊！禀告大人，错了，大人在那儿。禀告大人，可是那个童妃带到啊？正是，带上来。我跟你说，把童妃带上来，你听见没有？没听见啊？是。不错，不错。过来，坐。大人在上。错了，那才是大人。童妃，你可知罪？捕头大爷，小民不该见了衙门差官就跑，现在我知罪了。仅此而已吗？还有，小民向官府报案以后，不该不辞而别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呀？本官要问的是，你报案之后为何要不辞而别？案发后又为何要仓促离家？见到我及本衙工人，又为何要逃跑？这3点你必须从实招来。如有半点虚假，本捕头这双手掌你可是见识过的。我说，小民一定从实说。大爷所问3点，其实只为1点。当初我在城南门外不辞而别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小的认出了死者是谁呀？小民实在没有想到，那井中的尸体竟是杨毅的姐夫。既然你不是杀人凶手，你认出了死者，为什么要逃跑？因为，当时小的一认出死者是崔成，心里就想，凶手一定不会是杨毅了，因为杨毅和崔成，他们姑舅关系一向不错，而且那杨业身无正业，还是靠他姐夫崔成经商赚银子养活的。杨毅再怎么着，也不可能杀他姐夫啊！这一切都与你无关，我是问你为什么逃跑？因为被杀的是杨家人呐。邻居街坊们都知道，我们童杨2家存有积怨。我想，既然杨毅不可能杀他的姐夫，官府肯定会另找凶手。虽然报案的是我童妃，可官家要问我个恶人告状栽赃杨毅，那岂不自惹麻烦吗？所以我想趁早一走了之。你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，可你分明在避重就轻。大爷，此话怎讲？那么本人就把案情叙述一遍，如何？那小民只有洗耳恭听了。你们童杨2家皆有夙愿，而你和杨家的招赘女婿崔成又是生意上的对手。俗话说，生意场上无人情，所以平日你们就相互记恨，恨不得铲除对手，横财独发。这恐怕合情合理。那日，崔成经商半年，挣得100两白银，高兴地回家而来。路过贵府的门前，碰巧与你相见，你们是对手相见，分外刺眼。而那崔成也不是一个大度之人，竟有意向你炫耀他的大包银两。呸！神气什么呀？这是的。来了，老板，来买台酒。哎呦，这么大还找不开啊！你就留着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
说犹如奇耻大辱。你对崔成是恨上加恨，陡生一种避置他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歹毒之念。俗话说无巧不成书，在你伺机寻找机会的时候，机会就来了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崔成又一次路过你家门口，向城南而去，而你尾随其后，跟踪而去。你见四周无人，便下了毒手。杀了崔成之后，又在酒馆听杨毅吹嘘说自己杀人越货，而更巧的是，杨毅所说的作案地点也在城南门外的那口枯井。于是你就又生出一条栽赃杨毅之计，一清早便来官府报案。你以为这样你就可以了却你们童杨两家多年的恩怨？然而，大爷，您这是在说案呢，还是在说书啊？怎么，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哎，大爷要真认定那是事实，小民倒要向大爷请教3条。料你也无法狡辩。其一，据大爷所述，小民是一直跟踪崔成到那城南门外才下的毒手，可是这样？你说呢？那么小民倒是有些不解了。就算童某怀有杀崔成的祸心，那崔成半夜3更到那城南门外干什么去了？难道是有意找个没人的地方让童某下手？这个。其二，要是崔成真是童某推下枯井的，那么童某是知道枯井之中的尸体是谁的，那我要溜也早就溜了，为什么要等尸体捞上来以后才溜呢？这个。其三，要真是童某杀人，按常理是封住嘴巴，上孔不密，又怎么会向官府报案？难道是我姓童的脑子出毛病了？不用着急，慢慢想啊。童某既来之则安之，耐心等待就是了。你这人油嘴滑舌，本人不愿与你多说。大凡奸商都有巧舌善辩之长，不过这位童老板话中尚有破绽。那这个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大人让我来帮你。姑娘说，在下话中有破绽，不妨说来听听如何？其实啊，刚才本衙捕头已经对你做出了一番推断，这个呢只不过是假设，既然是假设，就不是被认定的事儿。我们呢，只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假设推断出本案的真相。哎，赵捕头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呀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童老板，刚才本衙捕头问你为何要报官，你为何避而不答呢？这个他问了吗？好像是问过。哎，赵捕头，你刚才问过吧？我当然问了。那是小民没有听清楚啊，没关系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本姑娘再问你一次。据你自曝，你举报的杨毅杀人越货一案，是杨毅在酒楼亲自说出，可是这样？是啊。当时酒楼之中，除了你童老板外，是否还有其他客人？多了去了，当时满堂的顾客全听见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其他人都不相信，只有你相信并且举报呢？这说。这官府已经派人到你举报的地点城南枯井中，果然有一具尸体。童老板，对此呢，我们有2种解释。其一，凶手将被害人推进枯井的时候，你或者是在旁边亲眼目睹了此案的发生，或者根本就是你亲自作案。哎呦，姑娘！首先是有人听到了杨毅在酒楼的话，接着杀人栽赃于杨毅，
可这除了与杨家结有怨仇的童老板之外，还会有谁生出此种歹意呢？说。哎呦天哪！我童飞是前世作恶，今世报，还是生意场上不地道啊？我和杨家斗什么气呀？我何苦做那匿名告状的小人呢？如今落得个千张嘴也说不清，真是报应啊！人都说宋天星手下无冤案，小妹真的是冤枉了呀！宋大人，哭什么？推断，在案情了然之前，这一切都是推断。你哭什么？你听大人的意思，刚才两位的话都不是当真的。你说呢？既然是假设，那么童某还是想不开，为什么崔成要到城南门外等小妹下手呢？你怎么知道作案现场就在城南门外？分明是在别处杀人，遗失城南门外。遗失到城南，那遗失在大街上走，怎么会没人看见呢？这正是本案的关键呢。他们是如何遗失的呢？再有一点，童老板绝对脱不了干系。什么？你既然因为避嫌匆匆逃走，你为什么要急于告诉杨玉儿？冤枉啊！宋大人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看，小明和杨家从无往来，而且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水头镇。我什么时候告诉过杨玉儿啊？大人，你要明鉴呐！此话当真？若有虚假，我宁受反坐。夫君！大老爷，不知道是谁害了我的丈夫，家父死得冤呐！你连看都没有看，怎么知道死者就是你的丈夫呢？是邻里童老板告诉我的呀。不知道呀，是听人说。是夫君，是夫君。果然如此。大人，看来该上杨家看看了。哎呀，这一整天连水都不喝一口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是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摊到谁家也受不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死了的已经死了，也不能复生啊。他现在最揪心的呀，就是他的弟弟杨毅呀。是啊，哎，今天我听衙门里传出消息说啊，走。你倒是快说，衙门里是怎么判的呀？可真是小舅子杀姑爷。我就听说呀，我听那衙门里的人说呀，他们说，快说呀，你说呀，我听那衙门里的人说，宋大人果然断了小舅子杀姑爷，这都定了案了，秋后就给斩了。谁在胡说八道啊？我说王嫂啊，你以嚼舌生事为乐，啊，别忘了，这屋里还躺着一个经不起吓的可怜人呢啊！别说衙门根本没有定案。哎，就算是宋大人真的按了杨公子的罪，我等也不能相信杨公子真能杀他姐夫吗？不相信。左邻右舍，晚上不见白天见，这杨公子的为人，大家还不了解吗？啊，了解。就连本酒馆厨子杀个鸡他都不敢看，更别说杀人了。糟就糟在呀，杨公子还真说过要杀他姐夫的话。啊，谁说的？从何得知啊？我也是在街上听传说的呀，这还不是我？你说这是谁在嚼舌头啊？这是要害死人命的呀！啊，对，我是不相信杨公子会杀人的。
宋大人要是真那么判呢，算什么青天大老爷呀？要是判杨公子有罪，我们还冤屈。对呀，咱们都是邻居嘛。就是啊，就是，我们不相信啊。月儿多谢乡亲们了。哎呦，月儿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快扶进去，扶进去，扶到屋里去。大人，邹忌酒馆和杨家只有一墙之隔。好了，杨家大姐，不要再伤心了啊，想想办法，坐下。好了好了，小二，小二，来。杨家大姐，有道是，天无三月晴，人无一身平啊。这做人呢，谁不遇上点大灾小难呢？你家遭此天灾人祸，真是不幸得很啊。不过，作为邻居，我邹某人还是要劝你，千万节哀顺变，保重身体，啊！就是。哎，你想想，且不说崔先生的后事需要料理，就说令弟涉嫌，也少不了打点吧。你要是顶不住了，纵然乡亲们有一肚子古道热肠，那也是无能为力呀。可不是嘛！你们听听，邹大官人到底是个大老板，说话多得体呀！啊，杨家大姐，你可要听劝呀，你注意身体哦。嗯。其实啊，我邹某人和杨家平时也从无往来。只是看到邻里大难临头，我邹某人不忍心袖手旁观呐。是啊，有邹大官人帮助出面，我们杨家大姐可就有依靠了。我说杨家大姐啊，你就吃点吧啊！哎，小儿，来，来吃点。是，哎，吃点吧。哎，吃吧，吃吧。杨家大姐，对呀，吃吧，吃点。给邹某人一点脸面吧。啊？快点，吃吧，听话，吃点啊！哎呦，你说，您二位是？在下宋慈。哎呀，宋大人，宋大人快请！哎呀，宋大人来了，衙门里来人了，宋大人来了。宋大人，哟，看来倒是宋某惊扰了各位了啊！抱歉得很，抱歉得很。刚才邻里们还在盛赞宋大人断案如神呢，不想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杨家大姐这些天有些担惊受怕，所以神情有些恍惚，所以才……哎，小儿来，扫干净。乡亲们，我们能在这儿遇到提刑大人，真是万分荣幸呐！是啊。宋大人，我弟弟是冤枉的，他与家父向来都是和睦相处的，我弟弟怎么会害他的姐夫呢？请宋大人明鉴呐！看来他们姐弟感情是不一般呐啊！行了，你起来吧。不，宋大人不放我弟弟，你就不起来。杨家大姐，您这就不妥了。案子既然到了宋大人手上，就绝无让无辜受冤之说。况且案情尚未查清，你就让宋大人放人，这不是难为宋大人吗？请起。宋大人，你有公务，我们呢就先告辞了啊。杨家大姐，我还要劝你，千万保重身体。我们虽然是邻居，平时呢也很少往来。以后需要什么帮忙的，尽管开口啊。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啊。宋大人，您有公务，我们就
不在这儿打扰了。还是邹老板说话古道热肠啊！邹老板，店里生意一定红火。哪里，只不过是……哎，宋大人怎么会知道在下姓邹啊？那不是你店里的招牌吗？要不，人怎么说宋大人断案如神呢？啊，什么小事也漏不过宋大人这双神眼呐！也有看不出来的。哦，什么？人心。哦，宋大人言之有理。俗话说“人心隔肚皮”，有道是“知人知面，难知心”。可是人心呢，也是最难掩饰的。你看邹老板，咱们就说杨月儿吧。府上父母早亡，含辛茹苦将胞弟带大，如今亲弟弟涉嫌杀人，你说他怎么能掩饰住他心里那个如焚的焦急呢？啊，是，杨月儿，亲情连心，但是王法无情啊。你为你弟弟喊冤，本官可以理解，但你说他不是凶手，那谁是凶手？看来只好等本官慢慢把真凶给你找出来。